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张志豪市议员、黄伟汉先生、赖士葆委员、游淑慧市议员、林国成委员。好，川普呢29号，今天29号啊，刚好干满100天啊，还有1600多天啊。说呢，美国被他搞得一身是伤啊。东打这个西打那个，我们通常讲说你集中焦点先打首要敌人嘛，他不是，他全部打啊，烽火四射啊，美股表现创了这个100年来，就是100天来总统就任100天来的最差的这个表现哈 ，S&P 500呢跌了7.9%哦，从他就任，盖洛普的调查呢，90%的美国人预期物价会涨哦，昨天讲过亚马逊的这个。的货呢，所以已经都涨了，沃尔玛的货呢涨了30%了，亚马逊啊这些网络Shein啊等等也都开始酝酿要涨价哈。CNN 也做了民调，近60%选民认为川普让经济变差，认为比较好的比较少啊，少很多了啊，大部分认为经济不好，因为物价贵了嘛哈。那另外呢，他的支持度创下80年来的新低，尤其4月几家民调，我看到起码5家都。急速往下掉哈，川普很生气，他说这是假新闻做的假民调。通常政治人物遇到我们如果被问到，一定讲说啊，这个好吧，这我们作为参考嘛，对不对？我们会虚心检讨，一定这样讲。No， 假新闻、假民调哦，假媒体哦，所以呢，这些数据都是假民调、假新闻啊。然后呢，譬如说《纽约时报》都是大报哦，《华盛顿邮报》哦。这个美国广播公司 ABC， 因为他们有做民调嘛，这些媒体都应该展开舞弊的调查啊，调查他们是不是这个涉及选举舞弊哦。那而且呢，他一直说，我现在让一大堆人来投资啊，哦，黄仁勋等都要来投资5000亿美元呢，答应我哎，哦，所以他最近预备开一个投资美国的一个，把他们都找到白宫来，包括黄仁勋、NVIDIA， 包括江森。包括韩国的现代汽车、日本的丰田汽车，这个韩国、日本的这个软银孙正义等等，20多个执行长跟高层主管，礼拜3都要出席一场强调美国投资的活动。我们也要去啊，台湾也派个代表团去啊，投资美国哦。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来。对着镜头比赞，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在白宫迎接今年2月夺下超级杯冠军的费城老鹰队，台上轻松大开球员玩笑，但实际上这件事情让总统很烦心。Awful in this poll. 原来是多家媒体针对川普就职100日公布民调 ，CNN 说川普支持率仅41%，华邮联合民调甚至更低，仅39%，纽时则是42%。川普爆气，直接在自家社群开骂。川普攻击这是假民调，甚至还质疑他们患有川普焦虑症，更呼吁应该对这些调查机构进行舞弊调查。而川普不止泼脏水反击，还想找来黄仁勋宣扬政绩。原来川普周3要邀请黄仁勋在内20多名企业领袖齐聚白宫，宣布加大投资。据传辉达、丰田汽车还有软银集团都会派代表出席。川普自豪要让美国进入黄金时代，但数字会说话。The Dow has sank nearly 4,000 points, trillions of dollars gone for now. According to CNBC, the S&P drop over the first 100 days of Trump's presidency is on track to be the worst 100-day performance. Americans are not confident right now that the president is delivering on his promise for this economic revival. 川普2.0 100日之际，美国民众更加焦虑不安。好，这个老沈怎么看？沈大委员怎么看川普100日的这个政绩？我觉得川普从就任那一天到目前的民调啊，在支持跟不支持的两者要死亡交叉的前一天，我在本节目就讲要死亡交叉，而且交叉以后这个曲线没有改变。川普这2条线是蛮有意思的，你如果画那个支持者的下来，跟不支持者的上去啊，2条完全你可以拿一个尺去画，完全是直的，没有外力的干预啊，也没有国会的干扰啊。也没有其他什么人害他，国会连动都不敢动，也不是不敢动，
不晓得如何动，所以这2条线的变化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这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不一样啊！现在赖清德也面临几乎要交叉的临界点，但是我觉得会完全不一样。他不会像川普这样说直线上去、直线下来。为什么？赖清德得到3个人的帮助，一个是他自己，他没有那种雄心或者气魄，说干就干，他真的还是有一点瞻前顾后了。第二个帮忙来自老公啊，只要老公一天到晚在那里威胁啊，他的民调不会掉得很凶。第三是国民党啊，只要国民党一直糊里糊涂，不晓得如何处理当前的朝野状况，赖清德民调也不会掉得很凶。那现在当然大家都在猜，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到底谁输谁赢？其实美国的大咖里头，只有艾克曼这金融大咖说川普会赢，其他人都说他输了。那当然哦，这个输赢要看，你看规模大小啊，要看哪一个角度啊，哦，要看远近啊，是看3年5年后呢，还是看当下？还你要看怎么看？这种事情哈，我比较不倾向学者的说法，我也不倾向那些就文绉绉的看理论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的口袋到底有没有钱，还有呢，就是说未来马上几年以后马上要来的期中选举，手中握的那一张选票的去向。我觉得川普最后会败在钞票跟选票的手中。那这个钞票，我觉得重点是选民他马上有感觉啊！你不要吹牛说我拿到的关税统统还给你们，那就抵消你们物价的上涨。我跟你讲，物价上涨马上就来了哦，沃尔玛啦什么啦，马上把30%、40%，甚至100多%，天幕就把那个100多%的完全放到那个物价上面了。所以是你们美国的消费者直接付出这个关税。这个转嫁是100%成功的哦，所以呢，我觉得当美国选民很快的就感到说，哎，我口袋空了，哎，我要买的东西不见了，是没得买，买不到哦，不是只有没钱买，这个没钱买，买不到，不得买，不知如何买，这个才是最大的危机。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很奇怪，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是，你看他一生的一贯的作风。你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想他骗过多少女人，钱付了就算了，他有一点罪恶感吗？都没有啊。所以他如果有一天提早下来，或者提早得罪所有的人，他是以天下为敌嘛。他屁股拍拍，反正我只有这一任没了，那就再见啦，再见啦，你们后果自己承担，跟我没有关系。我想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节目里头啊，太严肃的去讨论它，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都有一点荒唐，好不好？那个加拿大这次呢，这个在选举的时候啊，川普加拿大选到如火如荼的时候，川普昨天还发个脸书，说呢，我希望加拿大变成美国的51州，变成美国的51州以后呢，你们每天也不用交税了，也不用这个付军费了，这个也不用，那个也不用了，什么钢铁、汽车不用交税了，赶快成为我们的第51州吧。好了。本来他现在执政党已经执政好几任了杜鲁道呢都要下台了，民调太低，换了一个叫做卡尼，一辈子没有从过政，60岁没有从过政，只是做过中央银行的行长，也做过苏格兰银行的中央银行的行长，金融家了。他的诉求就是反对川普，绝对不成为美国的51州。突然他那个民调就急速翻身。原来觉得他已经必败了，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执政太久，老百姓厌烦了，突然上来了那所以他是以反川普作为他的主旋律结果捡到枪那最新的消息呢是他已经赢了，这是赢了，他可以当总理了川普在这个时候，而且川普明明知道，对不对？他美国应该很清楚加拿大的选情嘛，他就是为了反川普，所以从谷底翻身，他还要去火上加油。我们看一下。
加拿大人投票选新政府，不在选票上的美国总统川普成为影响这场选举的隐形因素。选民在执政的自由党领袖现任总理卡尼和保守党党魁伯利治之间做选择。川普关税带来的经济冲击，以及他一再扬言要并吞加拿大，让加拿大选举少见的受外交挑战主导。上一次是发生在1988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今天加拿大投票日，川普再发文说，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州。川普上任后多次有这样的发言，这番对加拿大主权威胁的言论激怒加拿大民众，也掀起加拿大的爱国情绪，帮助执政党扭转原本的颓势。今年1月，保守党民调曾经领先执政自由党超过20个百分点，但到选前反而是执政党民调逆转领先保守党。候选人聚焦在如何应对川普，以及要如何调整依赖美国需求的经济体系。卡尼在3月底和川普通话后表示，川普同意在选举结束后跟加拿大展开新的经济与安全协议谈判，加强美加关系。伯利治主张应该加速重新展开美墨加协定 USMCA 的谈判进程，两人都认为要增加军费开支来回应美国的批评，透过减税跟增加支出提振经济，但绝不退让的是主权、对加拿大资源的控制以及农业政策。川普成为加拿大的团结因素，渴望冲高这次投票率。加拿大选民是要让自由党连续4届执政，除了加拿大、澳洲跟新加坡也将在这个星期6投票。不管谁胜选，面对的都是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以及地缘政治的动荡局势。好，这个暐瀚怎么看加拿大选举？加拿大因为川普一直要把加拿大当51州，反而又去支持这个自由党了。好，所以其实邻近的国家，当你有任何对不礼貌或者是有压迫的时候，民众会奋起，民众会反抗。当然了哈，大家过去加拿大人对杜鲁道已经觉得厌烦了10几年了。可是呢，因为川普又再次影响权，这是刚刚最新的消息嘛。但你以这样来看的话，因为川普他同时对全世界使出了范围计了哈。那我们一般来讲说，有人是点对点射箭就射一个，他是法师 AOE 啊，全世界都烧，特别对中国。观众朋友，我在看川普哈，因为以前像阿扁讲说有武功心法叫冲突、妥协、进步。川普的武功心法也是3个。第一个，他看到他的对手，说不管是谁，然后对他的政敌也好，或是对其他国家好，就是你超烂，或者说对方很烂。好，现在你看民调出来很低，那民调是假的。只要任何对他不信的事情，他都先把对方给 diss 掉，好，就是贬低。然后呢，我很强，我超棒。第3个叫做我已经赢了。所以当美国现在目前川普在跟中国大陆现在的过程当中，刚刚沈大佬也有讲，民众是希望川普能够带领美国再次伟大，可是还没有伟大之前的时候，荷包已经越来越紧。那因为你美国就是希望制造业回到美国，可是它不可能一下子一弹指以后就回来了，所以货还在中国的港口，还在加拿大。好，那等下把关税降下来就要进来了。可是中国现在有2个方法啊，我把货卖去别的地方啊，我去东南亚找市场，又或者是我自己的所谓的中国的内部大循环经济，我卖到其他地方去，我就不要出口，我就转回内销了。但你美国就缺这个货，包含之前所讲到的鸡蛋啊相关的东西的时候，那你没有办法。那民众就会因为东西缺就涨价，涨价了以后，我钱都花完啊，那领这个就是救济金的，还有美国所谓3800万的贫穷人口，他们在未来的1个月之内会面对更高的生活的所需，不是说是享受哦，只是买生活用品而已，他把他所有的手上的钱都花光了，那这个时候川普民调可能会更低啊。那民调过去在从这个50年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总统的100%民调像川普这么低，那他的做法是什么？不是检讨，他跟你讲说这个民调机构是假的。这就是川普的武功心法，好吧，都是假的，只要对他不好都是假的。加拿大这个新总理，他只是回来几个月呢，一辈子没搞过政治呢，只是因为杜鲁道辞去加拿大总理，而且提前半年来这个国会大选，然后呢，这个卡尼呢，只几个月的时间，就让他的自由党从这个谷底翻身，还重新组阁了，要当总理了。他说美国背弃加拿大，我们美加2国的传统关系已经结束了，不存在了啊！他说呢，每天都看到美国充斥着政治口号、愤怒与混乱，这些都在不断分化并且削弱美国人。美国不再团结了，美利坚合众国名存实亡。川普讲什么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ke America Weak Again，
哦，这个已经继续衰弱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了，就是说大陆现在嘴巴是很硬了，但是真的打起来两败俱伤了。大陆受伤也会很严重。对，美国的受伤就是物价高一点，大陆的受伤是做那么多货怎么办呢？对不对？货卖到水里面去呢，而且不但你卖不出去要抢市场，人家还想抢你的市场了。因为美国市场慢慢减少，大家也都想抢美国的市场。日本不想抢吗？南韩不想抢吗？欧洲不想抢吗？也都想抢啊。那所以呢，基本上对大陆来讲它要忍受一段时间。所以呢，尤其上海是重症啊，外资啊等等都重症了。但是呢，当时那个新冠疫情的上海突然就封城了，把那外国人吓死了。尤其外国那些 CEO 大老板们如果有问题也抓去关到那个方舱医院去，那几百人、上千人关那个地方，真的老外吓死了。所以呢，上海一开城，很多人都跑了，真的跑了所以以前呢，就说呢，我们以前常讲说，到上海的飞机上面坐的不是 CEO 就是律师，就是会计师都是去做生意的。后来他们讲说，现在去的呢，不是学中文的，就是教英文的就完全不一样好，那么习近平要去了。说呢，哇不得了，上海是重症，所以呢要打贸易战呢，上海一定要守住要鼓励大家来投资不但要投资，就不能跑不但不能跑，而且你要来加码那王毅在金砖外长会长这个金砖的外长会议上呢，痛批美国，而且说我们不妥协，妥协只会让霸凌者得寸进尺如果我们选择默不作声，妥协退缩，美国就会得寸进尺就这个意思那大陆外交部说呢，这个中美近期根本没有沟通关税问题，你天天讲，我们天天跟你沟通农业部昨天也讲说，哎呀，这我们都有在谈川普还说习近平打电话给我，大陆外交部一再重申 ，no never 没有我要重申，近期两国元首没有通话，中美双方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谈判，通通没有。就你们自己在放话，自己在自说自话另外呢，他们最近呢，这个又发了中英文的双语的短片，说中国不跪 ，never kneel down kneel down 就膝盖倒在地上那而且呢，中国不跪的，中国也不退的。我们不跪也不退你你个步步进逼我们也不让而最近呢，又把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又拿出来，特别是打韩战的时候了毛泽东说美国是一个纸老虎然后呢，而且呢，要打多久就打多久这个但不是说呢，我不敢奉陪你，我奉陪到底，看怎样所以他们准备中美的持久对决。所以呢，这叫做极限思维给搞到底，看怎样？我们看一下，用创造拥抱新时代，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日前，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定调为国际经贸斗争后，外媒路透社报道，习近平这个礼拜将前往上海视察，不排除是要为中美贸易战做好准备。近期针对美国不时放话，北京的立场依旧相当强硬。近期两国元首没有通话，中美双方并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谈判。同一时间，大陆外长王毅持续拉拢非美市场。他在巴西金砖国家外长峰会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强调，当前单边与多边的博弈激烈进行，金砖国家的团结合作将凸显重要战略价值。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整个氛围现在是一个民族主义。你注意看到它整个网络的氛围，就是说不可以让。习近平不给让，习大大不给让，对川普这样子无理的对中国大陆的一再的施压、一再的打压、一再的霸凌，绝对不能够妥协。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从习近平以这样、王毅这样一路下来，包括基层的大家的都有这样的共识，也都有这样的共识说，我就坚持到底。最坏的情况，它内需市场够大，虽然会影响 GDP。因为它也是需要出口的
会影响 GDP， 可是亚冠力一咬撑过去，还是可以撑过去。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呢，他已经同时还在做其他事情，就是他可以联合其他的国家，说你们来跟我来，我们类似成立一个像ASEAN这样子一个自由贸易区，我们彼此之间免关税或者接近零关税，我们来做生意，要不要跟老美？可是以老美来讲，美康里啊，我就拿到了几个美国朋友给我的账单了，他就讲，这个东西啊，49块钱，然后就写一个关税69块，69块，最新的发票是给我看的，就传来给我。关税谁付的？他付啊。消费者付。消费者付。就他账单会告诉你的产品是49，全部加起来但是因为69是关税，所以你他原来就是49啊，打折也有49，然后把旁边叫做 import charge， 叫进口的 charge 69块。然后现在美国人很苦恼的是什么？美国人不能够没有中国货啊，他们依赖中国货依赖太深了。现在一来的话，你说你像你提到的 Walmart 就是主动的讲说啊，不然你降一点，降10%，其他的我来吸收什么之类的，但是还是要涨啊。现在连美国人现在都在讲哦，连美国的出生婴儿的尿片都要涨，那所以他们就要学台湾人、学中国人说，那我能不能不要穿纸尿片 ？diaper 不要用布的，然后再洗啊，布的可以洗再温了，没钱的安内啊，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不对？你那个失业救济金的也增加了，物价也上升了，所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川普这一招一出来，其实伤痕累累了。所以你看，《经济学人》杂志有人讲说是什么白翁，其实就是老鹰了哈。美国的那个国鸟就是鹰嘛，那个鹰呢是被包扎起来，就是伤痕累累，外面一个一个包起来哦。回过来，我们上一段有提到说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加拿大，说一定要变成51州，他讲了好几次讲了不几次的，一直要讲这个东西，就是来帮助卡尼上去当这个总理。为什么这个样子？各位，你可以回顾一下美国的历史，美国是靠这样子不断的跟人家打仗，领土拿过来的。现在美国最大州加州就是这样来的，和墨西哥来打仗拿到的，和德州一样第2大，这2大州人口，加州人口是美国人口的大概10% 左右，10% 多一点啊。美国人口3亿多嘛，加州人口将近4000万。独立的话是全世界第3还第4大国家，第四国家 GDP 它的 GDP 是远大于加拿大。所以今天的川普也有提到说，你看加州啊怎么样，什么等等的啊，并到我们这里来，也是就把这个历史告诉加拿大，说你并入美国，你的 GDP 可能会成长。他是用这样子，然后你想到说，他这个也要，那个也要，那感觉川普真的像大帝一样啊，他好像要他的，你讲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哦，我看是现在很多人说 bigger again， 不是 bigger again，larger again，make America alone again 了，被孤独了。对，但他想要让美国更大，对他想美国更大，所以他希望就是更大，就变成领土扩张也要，格陵兰也要，而且墨西哥要那个什么湾啊，要改成什么湾，对不对？这个一个墨西哥湾吧，墨西哥湾，美国湾改成美国湾，就改成美国湾，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就这个它除了实际上的他说靠关税来说让大家少交所得税，其实这个有一点欺骗这个美国人民。别忘了，来，我提一下这个，他总共进口的这个货物啊，他总共3兆美元，3兆美元，你扣 10% 的话，3000亿嘛，那这些关税占他的收入多少？他的每一年的税收4兆6千亿，3000亿除以它，你看几%你可以算嘛，大概2%左右。差不多2%左右，你就把关税讲得好像很了不起，说哎呀，我这个开得到以后整个就好了。其实你只有2%而已啊，关税只有2%的重要性，你不要忘记啊。不过他3兆，如果他加100%，只是又收入3兆啊；如果加50%，收入1兆5的，他就跟你乱讲一通，然后说我会减税啊，20万美金以下的收入都不用交税啊，所得税也不交了公司税降到15%啊，15是全世界最低的香港都17.5啊。所以通通降
但是问题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嘛，你现在还没收到钱，你怎么发？你根本发不了嘛。来，郭正庸。我觉得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呢，我是认为，在我个人所看法，美国是非常急躁的出招，但是大陆呢，它是非常沉稳的去接招。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只要经贸的这些对抗，到最后一定是两败俱伤，有些是重伤，有些还是会轻伤。所以，至于美中这些经贸的对战当中，没有一个是赢家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美国跟我们外贸也是逆差的哦，不要忘了。大陆跟我们也是逆差。如果假设美国它确确实实对台湾认为我们逆差，就应该要高关税来做这些，就没有感情可言的话，那到最后的谈判，我认为不管是重伤或轻伤，都一定会伤。那另外一个，如果假设这两者之间美中他们较量的情况之下，那台湾会不会变成一个经济的孤岛？这个也要探讨。所以我认为，假设美国的心态，那大陆也学的美国的心态，对台湾也是逆差的去处分，那我们台湾的经济会更惨。3个数字给大家参考一下了哈。我们去年对美国的顺差是739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我们从来没有赚美国这么多钱，大家还正在高兴，结果呢，刀就砍下来了。那去年我们赚大陆699亿美金的这个顺差啊，699亿，那这是20年来最低的。以前我们赚的比这个多，但去年我们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多少钱？大家知道吗？2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休息再回来。